西田玉红没想到，自己作为大名鼎鼎山口组的老大，整个日本警界甚至全日本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存在。眼前这名特种警察竟然还敢对自己如此无礼，他明显是没有看到刚才高冈真知被狼狈铐走的样子，所以立刻用黑社会特有的弹舌口音大骂：八嘎呀路，你知道我是谁？还敢这么跟我说话？特种警察冷哼一声，看着西田玉红，不屑地说道：死到临头还以为自己很厉害，知不知道自己闯多大的祸？说罢，他立刻用枪口猛地戳向西田玉红的额头。西田玉红哎呦一声，只觉得额头一阵剧痛，冰冷的金属枪口已经将他的额头撞出一个淤血的大包。就在他正要发怒的时候，那特种警察冷冷道：我给你3秒钟的时间，把双手伸到窗外，否则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说罢，他招呼来2名手下，叮嘱道：这家伙如果3秒钟之内还不老实照做的话，就用太色枪给他一点教训。太色枪是能够在短时间内用高压电使人痉挛甚至休克的警用装备。这种枪虽然不致命，但是却会给人的身体带来巨大痛苦。西田玉红意识到特警根本就不给自己面子，便知道今天的事情恐怕是靠自己身份根本就压不住的。于是他见那2名特警都掏出了太色枪，于是便立刻说道：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我现在就下车。特种警察冷声道：我让你把双手伸出窗外。西田玉红不明所以，但还是老老实实的照做。紧接着下一秒，高冈真知的遭遇便在他的身上完美复刻。当他被硬生生拽出车窗，重重砸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心里杀人的念头已经如火山喷发一般，只是这种时候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发作。特警毫不客气地将他双手反着铐住，直接便将他带了进去。此时警视总监正黑着脸监督特警布控，为了不让任何犯罪分子逃脱，特警已经用上了最先进的装备，就连狙击手都配备了10余人，再加上热成像设备的辅助，就算一只老鼠都不可能从他们眼皮子底下溜走。而警视总监也已经向这些狙击手下令，从这个出口出来的任何人，只要没有高举双手并且摊开掌心，都可以就地击毙。这时2名特警将高冈真知带到了他的面前，开口道：总监，道川会的高冈真知来了。警视总监盯着高冈真知，冷声问道：高冈，你是这么多年安生日子过够了，还是干脆就活腻了？高冈真知赶紧陪笑道：渡边总监，这应该是个误会吧？误会？警视总监杀气腾腾地问他：你派了多少人过来暗杀塔瓦纳斯威特？这个，高冈真知连忙道：不瞒你说，渡边总监，我是听说山口组的人要暗杀他，所以才赶紧派人过来的。而且我派人过来也不是为了暗杀那个塔瓦纳，我是怕山口组的人得手拿到暗花。你也知道，也不知道是哪个人下了10亿美元的暗花要那个塔瓦纳的命。10亿美金啊，这钱要是被山口组拿到，我们道川会基本上就完了。放你妈什么狗屁高冈！忽然一声怒喝传来，几人侧目看去，才发现是摔出鼻血的西田玉红也被带了过来。西田玉红看着高冈真知怒骂道：你们道川会派人过来，不也是想要那个美国女人的命吗？高冈真知狡辩道：才不是，我是怕你这个败类杀了那个美国女人，在国际上毁了我们大日本的名声。我去你妈！西田玉红没想到高冈真知这么不要脸，当即骂道：你道川会不就是想跟我们抢那10亿美金吗？说的这么冠冕堂皇，你当渡边总监是傻逼，会信你这套狗屁说辞？警视总监暴喝一声：你们都给我住嘴！2人见警视总监发怒，这才不甘不愿地收了声，但互相看对方的眼神还是充满了仇恨。警视总监看着这2人，冷声道：我现在给你们10秒钟的时间，把你们的人全部给我叫出来，你们两边所有的人有一个算一个，必须全部放下武器，放弃抵抗。
高举双手，一个接一个的排成队走出来，任何胆敢反抗，或者意图反抗，或者在我们特种警察看来存在威胁的人，都将被当场击毙。西田玉红连忙说道：渡边总监，我的人随时可以缴械投降，而且我跟你说实话，我早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行为非常不对，不能给我们大日本抹黑，所以我悬崖勒马。在他们还没有见到那个美国女人的时候，我就已经通知他们，让他们立刻撤离了。说罢，他瞪着高冈真知，怒斥道：我的手下打电话告诉我，都是高冈真知这个王八蛋，让他的人堵住了我那些手下的退路，坚决不让我的人撤离。如果今天晚上有任何事情给日本抹了黑，那都是高冈真知的责任。你放屁！高冈真知也怒了，他也跟手下通过电话，知道了大概的情况，所以立刻反驳道：明明是你的人最先赶到刺杀那个美国女人，而且你们很大概率已经刺杀成功了，你们只是想从这里快速逃走，但我的人没让你们得逞。他们之所以堵住你们的退路，是因为他们要把你们那帮罪犯留在这里等警察来接手。我的人是完全正义的，是惩恶扬善的。你，西田玉红没想到高冈真知这么不要脸，明明是来抢暗花，却被他说成是来惩恶扬善，于是立刻颤抖着骂道：你以为你说的这些有人信吗？你这个不要脸的王八蛋！你们道川会向来无恶不作，什么时候有过这种社会责任心？你的手下堵住我手下的退路，还吧！我的手下打死打伤多人，今天晚上所有的人命，有一个算一个，都要算在你们道川会的头上。因为这些流血本来是可以避免的，但都是你这个贪心的狗杂碎，让他们对我的手下赶尽杀绝，所以局面才一直僵持不下。如果不是你，渡边总监也不用亲自过来了。八嘎呀路！高冈真知也急了，声嘶力竭地吼道：血口喷人！你血口喷人！两人争得面红耳赤，把警视总监气个够呛。他抬手冲上去，先给了高冈真知一个耳光，反手又给了西田玉红一个巴掌，口中怒吼道：你们两个都给我闭嘴！今天的事情，任何责任都是你们两家五五开，谁也别想逃脱。据我所知，今晚里面死伤已经过百，你们两个作为这两个暴力团伙的负责人，肯定都要被处以死刑之外的最高刑罚，都是终身监禁。到时候我可以私下让法院把你们分到同一座监狱服刑，甚至可以把你们分到同一间牢房，你们后半生可以吵个够。两人一听死伤过百，而且自己也要被判终身监禁，军士吓得面露绝望，浑身瘫软。其实这么多年以来，帮派内的事务他们早就不用亲力亲为了，所有的事情都由手下去完成，哪怕有时候闯了祸需要接受法律惩处，也都是小弟出去受难。他们两个做老大的，根本就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可是今天这么大的事情，如果真要追究下来，他们两个老大肯定是脱不了干系的，被判无期徒刑也是情理之中。他们也知道这在情理之中，所以才惊恐万分。这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无力回天。今天人已经被警方控制，很可能直接逮捕，然后就是羁押审判，等着进监狱。所以这也意味着他们从现在开始就要失去人身自由了。高冈真知立刻哽咽道：渡边总监，这件事情和我没有关系，都是我的手下，我的心腹，我们的副会长板垣的主意，你们应该立刻把他抓起来，让他为这件事情负责。西田玉红也回过神来，赶紧道：对，渡边总监，最近也和我没有关系，是我的手下松岛所为，你们要抓也是抓他，不是抓我啊。警视总监冷声道：放心吧，不可能只抓你们的，捅出这么大的篓子，你们两边的高层基本都要进去。就在这时，一声凄惨的哭喊声传来：渡边总监，我的哥哥和侄女怎么样了？我要见他们。众人侧目看去，
发现竟然是三井家族的三井良康，此时正疯了一样拼命朝这里跑来。高冈真知和西田玉红下意识对视一眼，都看出对方眼里深深的绝望。怎么个意思？听三井良康这话问的，难不成他的哥哥三井家族的话事人三井良孝也在里面？另外，他的独生女三井新美也在里面，而且搞不好这爷俩还都死了。这基本等于是把日本的天都给捅破了啊！这时，警视总监的一句话，更将他们两人打入地狱。警视总监叹了口气，一脸惭愧地对跑过来的三井良康说道：“十分抱歉，三井先生，我们收到了确切消息，您的大哥和侄女都已经遇害了。